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要分享的内容是，看了74岁宋春丽，再看56岁萨日娜，不染发，不穿花，选对颜色，身材发福也优雅。希望对你有所帮助，订阅支持。你对74岁小老太的印象还停留在佝偻着身子，门口摇着蒲扇吗？当你看见宋春丽，就会明白同样的年纪可以是另一种风景。仪态松弛而挺拔，气场优雅又高贵，举手投足尽是知性与大方，耐看的让人移不开眼。这期咖啡屋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她如何把70多岁的年纪发福的身材穿出从容与优雅。1. 宋春丽亲身示范，年龄不等于老去。老了就等于失去打扮自己的权利吗？答案肯定是否定的。宋春丽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，也亲身示范了年龄不等于老去。1. 年轻时与老年时对比。年轻时的宋春丽有着少女般甜美，活力感十足，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脸上的岁月痕迹仿佛只是为自身的气质增添了一份成熟与端庄，所谓的油腻和疲惫感通通没有。2. 宋春丽与同龄人对比。如果这还不能让你相信年龄并不可怕，那宋春丽与同龄人的合照会让你眼前一亮。宋春丽同大多数人一样，头发白了，身材也发福了，但与一头黑发、身材匀称的同龄人在一起合照时，丝毫没有逊色之意，反倒整个人的气质在人群中依旧是佼佼者。2. 宋春丽身上的这些变美思路，借鉴意义太高了。首先是发型，都说白发是女人显老的最大元凶，但却有人能将这一自然现象变成自己的一个特色。宋春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年过60，白发并不显老，反倒是自己气质的加分项。白发不显老，原因有3。原因1，发色不能决定年龄。许多人之所以对白发有很大的敌意，很大的原因就在于白发代表了年龄的增长。可事实并非如此。当宋春丽与丽媛小卷同框时，明显宋春丽的白发让她看起来肤色亮了好几个度不说，整个人的精气神也提升了。反观丽媛小卷的黑发，显得她的状态疲惫又老态。因此，如果我们有了白发，千万不要急着去否定它，说不定它的出现能弱化我们的真实年龄。原因2，头发剪短。我发现大家不仅喜欢留黑长直，还喜欢白长直。就像图中这位女性，长发并没有为她带来所谓的氛围感，剩下的只有邋遢与毛躁。反而是宋春丽这样，将白发剪短之后，既能抬高视觉中心，又能减龄提升气质。不过也不是任何长度的白发都适合，像胡因梦这样的超短发确实是很气质干练，但对于脸型的要求就很高。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大龄女性脸部的缺陷会越发明显，因此更建议在耳上一点的短发长度才更适合我们大众普通人，也百搭。原因3，刘海、弧度和蓬松，一步到位修饰脸型。白发造型既要能修饰脸型，又要能展现美感，那看宋春丽就对了。这3个小秘诀缺一不可。刘海不能选与气质不符的齐刘海，更适合露额头的28分刘海，这是凸显出五官精致感和精气神的关键。而现在大家所追求的氛围感，其实做好弧度非蓬松就够了，用烫发的方式将头发卷成 C 字弧度，再将其发根烫蓬松，即便是中年发腮，也无需担心脸大的问题。其次是穿搭，穿搭错误、示范、扮嫩与扮老。走在大街上，总会看到那么一群人，为了年轻，穿的可以说是五花八门，各种鲜艳色叠加在一起，认为这才是年轻。
但往往这才是最容易暴露我们真实年龄的。当然，也有另外的一群人，早早的就穿上的奶奶衫，就像图中这样的穿搭。试想一下，这样的色彩非图案，穿在肤色暗沉的我们身上，能好看吗？所以，大家千万不要误入半嫩或半老的道路之中。穿搭正确示范就看宋春丽。看过了错误穿搭，那么真正适合大龄女性的穿搭是怎么样的呢？接下来就跟随小编的步伐，来看看宋春丽的正确穿搭示范吧。1. 遮住身材短板。如果大家和宋春丽一样有着发福身材，那首先就得遮住身材短板。宋春丽在挑选上衣时是这样做的，以长为前提，这是因为她知道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腰部和臀部会变得越发粗壮，肉肉也会下垂。超过臀部的长款服饰则成了最佳方案。而在长款选择过程中，基础款和简约色更适合，并且这类服饰的整体轮廓感和线条感也更明显，既能在岁月的蹉跎中经久不衰，又能对身材的修饰更上一层楼。其次，宋春丽在裤子挑选上则以宽为前提。如果你还只会穿飞图这样紧绷绷的裤子，那出现腿粗胯宽、时髦度低的情况真的是情有可原了。反观宋春丽这样的宽松裤子穿搭，既能有效遮住不完美的腿型，又不会束缚我们的关节，让你走起路来如同脚下生风一样。更关键的是，视觉上的美观度也很在线。2. 注重款式和细节。其实像宋春丽这样的极简穿搭，想要穿出不一样的感觉，那就得在款式和细节上下功夫。比如宋春丽会经常穿无领感的衬衫、西装、裙装和小香风等服饰，这样的话就能让人猜不出你的真实年龄。但这还不够，细节也做得很到位。就如宋春丽的服饰多以 V 领为主，但这其中的 V 领也分为正常的 V 领、窄身 V 和偏宽 V 领。要说大龄女性最适合哪个 V 领，图中宋春丽的穿搭就做出了很好的诠释。随着她年龄的增长，领口也变得越宽，不仅能有效拉长脖颈线条，又能提升服饰的设计感。3. 穿衣打扮讲究整体协调性，穿搭会穿也要会搭，不能各美各的。因此在穿搭过程中，每个板块都要做好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整体协调性。就像我们在穿着套装时，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一个色为主，穿上身毫无层次。而宋春丽则就不同了，她会讲究一个刚柔并济，西装外加入格纹设计，打破西装的沉闷，内搭则选择系带上衣，与西装进行风格碰撞，打造出俏皮范儿，狠狠拿捏了大龄女性强势与温柔间的转换难题。第3是体态。1. 瘦不等于体态好，体态好与不好怎么分辨？很多人会将瘦作为评判的标准，但实际上身边很多瘦的人体态并不好，同样有弯腰驼背、肩膀内扣、骨盆前倾的问题。其实归根结底，想要体态好，不论你胖与瘦，都得在日常得坐姿、站姿和走姿这3个方面去提升，整个人都要保持舒展打开的状态。这样长期以往坚持下去，你会发现你的体态正在发生润物细无声的变化。2. 表情管理胜过好容貌。然而也不要忽略了表情管理，这可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关键。就像宋春丽在出席重要场合时，不管是谈吐举止还是表情，都讲究一个度，既不张扬也不夸张，就算是只有一个自然的微笑，也能呈现出优雅端庄的好气质和状态。3. 宋春丽的配饰仿佛是锦上添花，人至中年，在你穿搭还不错的情况下，却始终还在廉价感边缘徘徊。
这就不得不说到配饰的重要性了。一、性价比高的珍珠。配饰不在于价格的高低，而是适不适合自己。穿金戴银的确能展现出你的高贵气质，但谁都没有多余的闲钱，花重金在买配饰上，更多还得讲究一个性价比。在此对比下，珍珠的价格真的要低太多，既符合大众的消费水平，其高级的质感与各类服饰相搭，又能为穿搭增添一份不一样的复古与雅致。二、贵气感十足的丝巾。另一款被无数人吐槽过的丝巾，但在配饰圈中终有它的一席之地。这是因为丝质的配饰都会自带一种贵气感，真的让人难以拒绝。只不过要学会拒绝非途中这样大红大绿充满廉价感的碎花丝巾。而为了在搭配上不出错，最为保险的就是将选择与服饰相似的色彩，但又要与服饰有区别。比如宋春丽在穿黑色套装时，会选择一条基础的灰色条丝巾作为点缀，再以由浅到深的变化增加丝巾的特别之处。这样既不会与穿搭产生割裂感，又能提升穿搭的质感。看过宋春丽的从容，就知道优雅有章法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56岁的萨日娜，她不走隐身色，而是通过发选短，轮廓更利落，衣穿艳，气色被点亮，版型稳，线条被拉直，身材发福，照样贵气有精神。在荧幕当中，萨日娜的形象身材走样，脸部肉感重，穿着暗沉色老气款式，整个人也和普通大妈无异。然而剧外的萨日娜虽然一样的身材发福，但却通过显白的颜色、贵气的款式以及微卷短发，让微胖的身材反而成就了她雍容华贵的气韵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萨日娜是如何通过穿搭加发型，将微胖身材打扮出贵气感来的。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大龄女性如何选对短发，看萨日娜的挑选技巧。思路一，脸型圆润，头发选短，更贵气。老话常说，女人年龄越大，头发就越短，这不无道理。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材难免会发福、缩水，加上皱纹增多，发量变少，这时候长发多少会显得拖沓，凸显面部的皱纹走向。而短发打理起来省力，整个面部的重心也跟着上移，整个人看着都有挺拔感，瞬间就显得很精神年轻。看看女神袁泉，长发时看着温柔，但也透出了一种疲惫感，而换为短发之后，清爽干练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。尤其是对于脸型圆润的中年女性，长发会让面部以及脖颈处非常拥挤，不仅显脸大，还有种油腻感。而选择短发就不一样了，短发能弱化面部的肉感，看着干练利落，整个面部也像是有打光一样，看着更加透亮。思路二，头发长度齐耳。不过选择短发时也需要注意长短。对比这组同样的短发，但左边的发型长度在肩颈处，整个头部的重心依旧靠下。若是脸部发腮严重，脖子短，上半身胖等，那这个长度的发型依旧会显脸大。而右边长度在耳际左右的短发看似没有短多少，但是脖颈处空旷了起来，头颈部就显得利索了。当然，短发也并不是说越短越好，过短的平头虽然有个性，却极挑气质，且容易让脸上的线条放大，稍微崎岖一点都不美观。萨日娜的短发长度就刚刚好，耳下3公分，既保留了女性的柔美，又通过发梢的弧度修饰了脸部，让圆润的脸庞在视觉上看着瘦。思路3，脸型有肉就要拒绝贴头皮发型。对于女人来说，发型是头面部的重要装饰物。虽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适合的发型，但是对于细节的要求却是一致的。
比如说头发的蓬松度。当头发贴头皮时，整个面部就被完全暴露出来了，脸部看着就非常大。当头顶蓬松时，整个头型变大了，衬托下来自然就会显得脸部小了。那如何让头顶变得蓬松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利用侧分发缝让发根立起来，营造出自然的蓬松弧度。若是面部线条不流畅的，还可以选择斜分的刘海来修饰轮廓。注意，对于脸型圆润的女性，尽量避开齐刘海。空气刘海容易显得面部钝感重，呈现出憨厚感。另外，后脑勺的头发带有层次感，会显得头型更加饱满，既修饰头型又撑起气场。从侧面看显脸小，也显发亮。思路4，中年发腮要拒绝臃肿卷发，短发在卷度的选择上也需要谨慎，尤其是中年女性，卷发的选择会影响整个头面部的美貌度，选对能轻松显年轻，而选错则会放大面部的不足。像卷度过小的羊毛卷就是最首要需要避免的，一来是这种小卷发很容易显老，二来会让本身就圆润的脸型显得更宽大。对于卷度的选择，以大卷大为主，卷度在25毫米以上，更能让发型呈现出自然蓬松的慵懒美感，同时也能修饰脸型，提升气质。2. 穿搭跟着年龄走。萨日娜的贵气穿搭有技巧。关键1，大龄女性穿衣要好看，活力才是王道。一是颜色不暗沉。以前会觉得中老年女性想要摆脱大妈感，就要抛弃艳丽繁杂的服装，越简约才越显气质。然而这对于本身外貌气质的中年女人来说是加分项不错，但对于肤色暗沉、身材走样的女人来说反而更容易显老。就好比颜色上面，像是一些简单的黑、白、灰等基础色，虽不出错，但却极其容易让面部的肤色显得暗淡，整个人看着沧桑憔悴。相反，上了年纪后穿一些亮丽的色彩，整个人看着更敞亮、明亮又有活力，自然也就有了年轻感。看看萨日娜的这组对比就很明显。当然了，颜色明亮也并不是说选择一些高饱和度或者五颜六色的服装，这类肤色与肤色的对比度过强，也是另一个雷区。因此，我们在选择颜色的时候，多选择一些沉稳的色彩，比如说藏蓝、雾霾蓝、薄荷绿、淡雅粉、墨绿、酒红等。这些颜色兼顾提亮肤色、中和暗沉感、彰显优雅气质三大穿搭法则，非常适合中年女人改善肤色观感，提升个人形象。2是印花不老气。另外，中年女人穿印花服装之所以被说老气，很大原因在于印花的款式没有选对。以前大家选择的印花要么是暗沉色加老气印花，要么是明亮加艳丽印花，两种极端相结合，想美都难。如图同样的印花服装，右边灰暗色加暗沉印花，看着灰蒙蒙的也显小气，而左边这一身墨绿色为底加小面积大印花图案，整个服装明亮又有留白，看着就很大气优雅。3是搭配有技巧。那无论是鲜艳色还是花哨服装，我们在穿着的时候都要注意平衡。明暗当穿着过于明艳时，那么便用基础的色彩来中和，不仅能平衡视觉冲击力，还能凸显穿着者的沉稳气质。比如蓝加黑，在明艳色彩中注入经典的中性色，既保留了蓝色的吸睛效果，又通过色彩比例的调整避免喧宾夺主。反剪的搭配也是同样如此，黑色服装搭配一条花色丝巾，也能起到4两拨千斤的效果。关键2，身材发福也别放弃，穿得显瘦就行。1，有筋骨感的面料直接让显瘦
赢在起跑线上。很多女人上了年纪之后，身材就难免会发福走样，在穿搭方面就不能太过放任，否则会让形象更为拉胯。那微胖的身形想要显瘦，第一点就是穿有筋骨感的服装。什么是有筋骨感？看这一组对比，左边这一身材质软塌，服装无形，穿上身之后贴肤暴露身形不说，还显得整个人都缺乏精神。而右边这一身整体有廓形感，虽然身形微胖，但丝毫没有拖沓臃肿感。有廓形感的服装如正肩线、腰线、长线条等，能够很好地修饰身形，避免将整个身形完全暴露，也能够弱化横向线条，让身形看着更为修长。二，通过服装营造显瘦对比。除了服装选择之外，也可以通过服装来营造显瘦感，这就要用到深色显瘦、印花非亮色吸睛的理论了。比如说这组对比，同样的是黑色服装，但全身黑看着视觉面部更大，对比之下，中间有颜色非印花分割的服装会让视觉更集中，从而自然地缩小视觉面积，以此达到显瘦的效果。当然，这种方式更适合内浅外深的组合，如图粉色加黑色的组合，利用黑色的视觉收缩模糊整个身形轮廓，再加上粉色将视线集中在中间，就能轻松显瘦。但若是内深外浅，效果可能就完全相反。三，短发加穿搭加仪态，中年女人的魅力来源。对于中老年女性来说，无论是身材发福走样，还是皱纹白发增多，这些都是自然现象。而我们要维持美，最重要的是年轻的状态。一头利落精神的短发，一身明亮有活力的穿搭，能让我们年轻10岁。当然，保持优雅端庄的仪态，如挺胸抬头，避免弯腰驼背，则是气质的隐形加分项。加上每日贴墙站立等习惯，更能展现从容自信。这三者的相辅相成，更能让中年女性焕发由内而外的自信与魅力。看完宋春丽的从容，萨日娜的明亮，其实答案很简单：剪对头，穿对色，立住腰背，把松弛与分寸握在手里。短发把气场抬高，明亮色把气色点亮，挺拔的体态把整个人拉直。优雅从不是奢侈品，它是每天5分钟的梳理，一次取舍的配色，一枚不喧哗的配饰。年龄只负责增长，风格由你定义。明天出门换一件提气的颜色，把发根拨松，抬头迈开步，你会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已经开始发光。好了，这一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欢迎留言和投稿。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